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一天晚上，艾丽站在车站的站牌下，望着远方连绵不断的山脉和无尽的黑夜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雨水的味道。天际的雷声像是某种远古的警告，一阵阵的电闪划破天际，仿佛在宣告着不祥的预兆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他从城市回到这个偏远的小镇已有2天，却始终没能适应这里的静谧。家乡的环境变化并不大，空气依旧是那种潮湿沉闷的味道，周围一片宁静，连几只猫咪也显得格外懒散。但艾丽知道，这片宁静并不完全是安逸，某种隐约的压力压在她的胸口，时不时让她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。她低头看了看手机，那里没有收到任何信息，和朋友的联系越来越少。唯一的亲人，她的父母，早在几年前就离世了。现在，老宅的钥匙已经交到了她的手上。艾丽作为唯一的继承人，开始整理他们的遗产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拉开车门，发动了车子。车内的空调发出低沉的轰鸣声，外面的世界逐渐消失在车窗的雨水留痕中。我能处理好这一切的，她自言自语，给自己打气。路上几乎没有车辆，偶尔有几辆低矮的小车匆匆驶过，速度快得让她觉得有些不真实。她感觉车速每提高1分，内心的压抑感就愈加浓重。终于，艾丽开车回到了那座她离开许久的老宅。远远地，她就看见那座3层小楼隐匿在树影之间，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青苔，外墙的漆已经脱落。原本辉煌的花园，如今杂草丛生，仿佛他们在向她诉说着这座房子的沉寂和她所见证的无数岁月。艾丽推开车门，站在原地几秒钟，雨水打湿了她的衣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带着几分不舍和几分无奈，走向大门，进入屋内。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尘土。她关上门，站在大厅里愣了一下，望着这一切，仿佛瞬间回到了过去。眼前的沙发，墙上的画，老式的时钟，每一件家具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属于这个家的故事。艾丽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，在这间屋子里跑来跑去，充满了无尽的欢声笑语。而如今，这一切却变得沉默而冰冷。她拖着行李走进了楼上的主卧室，房间依然保持着原样，窗帘半拉开，透进了昏黄的灯光。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面古老的镜子，那镜子似乎很眼熟，是她母亲常常梳妆时使用的。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镜子，伸手触摸了镜框，镜面昏暗不清，仿佛经历了岁月的侵蚀。艾丽一愣，忽然想起母亲生前曾说过，这面镜子是祖母传给她的，里面藏着不该被看见的东西。母亲总是含糊其辞，不愿多说。艾丽当时还以为她只是开玩笑，然而此时这面镜子却给她一种莫名的压迫感，仿佛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正从镜面深处向她伸出手。她心头一震，猛地想要转身离开，却忽然觉得一阵冷风扑面而来，仿佛有人站在她背后。艾丽的脊背一阵冰冷，她急忙转身，却空无一人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想象力太过丰富了。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眼角的余光扫过镜面，她不自觉地盯住了镜子里的自己。那一刻，她看到自己的眼中出现了一丝不明的阴影，仿佛有些东西正从镜面深处注视着她。艾丽的心跳忽然加速，一股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。她想走，但步伐却仿佛变得沉重起来，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牵引。艾丽皱了皱眉，摇了摇头，赶紧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强迫自己平静下来。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雷声愈发猛烈，她的手微微颤抖，心脏在胸口狂跳。这只是个镜子而已，没什么可怕的。艾丽低声安慰自己，尽管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自然的颤音。随着夜色愈发浓重，艾丽在老宅里走动时不禁感到一种不安的存在感，仿佛这座屋子有着某种深不见底的秘密。她开始整理屋里的老物品，每打开一扇尘封的柜门，每掀开一张旧报纸，都会在一瞬间感到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暗中观察她。她试图把这些感觉归结为单纯的孤独和怀旧，毕竟
毕竟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喧嚣和忙碌，回到这座静悄悄的老宅，难免会感到压抑。然而，那个古老的镜子却始终在他的视线中徘徊，吸引着他无法忽视的注意力。那是一面镶嵌着褪色金边的镜子，表面隐约可见几个小小的划痕，仿佛有时间的痕迹。镜框的雕花虽已模糊不清，但可以看出那曾是工艺精湛的作品。艾丽没有打算太过关注它，毕竟她的父母常说这面镜子是家族传下来的宝物，不仅是装饰，还是某种守护符号。但她记得小时候总会在母亲梳妆时见到那面镜子，每次她站在镜前，总是流露出一种让艾丽难以捉摸的神色。艾丽那时觉得母亲只是过于喜欢这面镜子，却从未过多思考其中的深意。今晚，艾丽再次走近它，心中却有一丝不安的预感。她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触摸镜框，布满尘土的表面与她的指尖接触时，传来一种冰冷的触感，仿佛时间在这面镜子里被冻结了。突然，镜中的倒影一闪而过，艾丽瞪大眼睛，试图重新聚焦自己的目光，但镜面依旧映照着她的脸庞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然而那一瞬间的异样让她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，心跳加速。怎么了？她轻声自语，转身去拿手边的布，准备擦拭镜面上的尘土，想让它看起来更干净些。她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，仿佛镜面上积累的尘土不仅是污垢，更是掩盖着某个不愿被揭开的秘密。不擦过镜面时，突然镜子里出现了不属于她的影像，那是一张模糊而苍白的面孔，像是被浓雾笼罩的鬼影。那张面孔没有表情，只有一双冷漠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。艾丽的心猛地一跳，手一抖，布掉落在地上。她的眼睛定格在镜面上，倒影中的那张脸似乎在瞬间消失，又恢复成了她自己的样子。但艾丽知道，刚刚那一刹那，她所看到的并非幻觉。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了几下，忽然间，心里冒出了一个令她毛骨悚然的想法：这面镜子或许从未反射过她的真实倒影。她连忙将镜子转了个方向，四处观察，镜中的景象依旧是她站在房间里，镜面平静无波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她自嘲地笑了笑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压下心中的恐惧。这一定是我太累了，眼花了。但无论她如何努力自我安慰，那种不安感依旧没有消失，反而越发浓烈。她转身准备离开，却无意间看向镜子的角落。就在那个地方，镜面中突然反射出了某种诡异的光泽，像是某种隐秘的符号，在镜框的角落微微闪烁着。那是艾丽之前未曾注意到的地方，似乎是镜子上多出来的划痕。她靠近镜子，试图看得更清楚。这时，镜面微微发出一声轻响，就像是某个古老的机关悄然启动。艾丽的心跳突然加速，她感到有一股力量从镜子中涌出，无法抗拒地吸引着她靠近。她的手指轻轻触碰了那些刻痕，忽然之间，她仿佛感觉到了某种力量在她的身体里流动，一阵刺痛从指尖蔓延开来，仿佛被无形的线束缚。她赶紧撤回手，但那股异样的痛感依旧萦绕在她的心头。镜中的景象开始轻微晃动，好像镜子里的世界开始扭曲，一切都变得模糊而不真实。她看见自己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陌生，那些眼中的阴影越来越深，似乎在吸收她的存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艾丽心头一阵慌乱，她赶紧站起身，四下打量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房间里恢复了寂静，只有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，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格外清晰。但她知道，镜子里刚才的异象并非她的幻觉，那张苍白的面孔，那深邃的眼神，一直在她的脑海中萦绕不去。艾丽用力甩了甩头，试图赶走那些画面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告诉自己，镜子里的一切都是她内心的恐惧在作怪。毕竟这面镜子曾属于她的祖母，历史悠久，难免带有些许神秘感。从那晚开始，艾丽的生活仿佛被无形的阴影笼罩了，那面镜子成了她心中最深的恐惧源。每当她经过镜子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多看一眼。虽然她明知道镜中并不会有任何特别的变化，她告诉自己，
自己不过是太过敏感了，毕竟这种地方本就让人容易产生错觉。可每次她注视镜面时，总能感到一股奇怪的气流涌上心头，仿佛空气变得沉重，甚至开始让她的呼吸变得急促。那天晚上，她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，看着电视屏幕发呆。屋内弥漫着一股霉味与木材腐朽的气息，外面依旧是滂沱大雨，雷声不断，似乎一切都被这场暴风雨吞噬了。突然，客厅的灯光一闪一闪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操控着。艾丽皱了皱眉，起身走向开关，准备重新开灯，却在这一瞬间，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，让她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她的心头升起一股不安的感觉，意识到屋内似乎并不只是安静那么简单，可能是电线老化了。她勉强安慰自己，回到沙发上。艾丽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集中注意力。她打开手机，随便翻了几条社交媒体的更新，却不由自主地将视线从屏幕移向了客厅的角落。那个角落里是那面镜子，那面镜子静静地立在那里。与她目光对接的一瞬间，艾丽心中猛地一震，镜面中的倒影依然是她自己，但她分明感觉到，不是自己在看镜子，而是镜子在看她。她咽了口唾沫，艰难地转过头去，强迫自己不再看那面镜子。但当她再次抬起头时，镜中的她突然微微笑了一下，那是一个诡异的笑容，冷漠而空洞，仿佛不属于她自己。什么？艾丽的心脏猛然跳动，她立刻站起来走向镜子。镜中的她依然没有变化，面容平静，神情自若。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刚才所看到的那个微笑。或许她真的只是太累了，脑袋有些昏沉。然而接下来的夜晚，事情变得更加诡异。深夜3点，艾丽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床头的时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，远远地传来。她意识到自己被什么东西惊扰了。房间里依旧黑漆漆的，只有窗外偶尔的闪电照亮四周。她看向窗外，雨声沉闷，空荡荡的街道上，寂静的连一只猫的叫声都没有。她又转向床头的镜子，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无名的恐惧。虽然她清楚镜子不可能自己动，但是她心里还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直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从镜子里窥视她。她紧张地摸向床头的灯开关，忽然一阵奇怪的冷风扑面而来，打得她一阵打寒战。她迅速按下开关，灯光闪烁几下后才终于亮起。艾丽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迈向镜子，走到镜子前，她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心跳也开始加速。这时镜子里的倒影再次变了，变得异常模糊。艾丽的脸庞变得失焦，眼神空洞。她瞬间愣住了，镜中的她眼睛似乎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一双死灰色的瞳孔，透露出一种寒冷和绝望。她迅速后退，眼睁睁看着镜子里的她却依然在动，嘴唇微微蠕动，发出低语声：“你逃不掉的，艾丽。”低语声轻轻传入她耳中，声音干涩而沙哑，仿佛来自远方的深渊。艾丽愣住了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心脏如同被钳住一般剧烈跳动。她忍不住睁大眼睛，身体僵硬地停在那里，无法动弹。镜中的她依然在微笑，越来越明显，嘴角逐渐上扬，露出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，眼中透着某种深邃的恶意。艾丽被吓得几乎要崩溃，她拼命摇晃着头，想要从这可怕的幻象中挣脱出来。然而眼前的镜子却越来越模糊，那张面孔渐渐变得扭曲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拉伸，变得无法辨认。突然一阵刺耳的金属声划破了空气，仿佛镜面上某个地方裂开了。艾丽紧闭双眼，耳边是那不知名的低语声和急促的心跳。她感到一股冰冷的气流从镜子里扑面而来，整个房间的温度迅速骤降。她几乎是本能的转身，拼命跑出房间。她的脚步在空荡的楼道上回响，心中的恐惧感如影随形，越来越强烈。然而刚走到楼道尽头时，艾丽的脚步突然停住了，她的视线被牢牢吸引到那扇门旁边的一面镜子上。那镜子正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反射着她奔跑时的影像。可是镜中的她正在微笑着朝着她走来，
艾丽彻底陷入了恐惧的漩涡中，她觉得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被那面镜子所掌控，而镜子中的她似乎正渐渐吞噬她的存在。那一晚，她几乎没有睡着，她躺在床上，眼睛始终无法从天花板上移开。尽管黑暗笼罩着整个房间，但她的脑海中却不停回荡着镜中那个诡异的笑容。那张脸，她明明知道不是自己，却又无法从心底否认那种深深的恐惧感。隔天清晨，艾丽站在厨房里，窗外依旧是阴霾的天气，雨水敲打着窗户，发出单调的声音。她有些茫然地站在灶前，手里紧紧攥着咖啡杯，似乎在等待着某种奇迹的发生。或许一切只是幻觉，或许她可以像以往一样重新开始生活。但当她低头看到那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时，心中突然涌上一股无法抑制的恐惧感。她猛地抬起头，看向自己身后的镜子，心跳开始加速，眼前的景象仿佛一瞬间又变得不真实。镜中倒映着她的身影，但与之前不同的是，镜中的艾丽正低着头，静静地望着咖啡杯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另一张面孔取代。那张面孔苍白如纸，眼神空洞，却带着一丝微笑，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冷漠。这不可能，她低声喃喃，脑袋迅速转向其他地方，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这一切。但镜中的那张脸像是一根钩子，牢牢抓住了她的注意力。她的身体开始不自觉地向镜子靠近，步伐越来越沉重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拖拽着。她想要大声呼喊，想要离开，但每一步都如同迈进了深渊，渐渐将她的意识吞噬。最终，她站在镜子前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陌生的面孔。你到底是谁？她声音颤抖，却无力地问出这个问题。镜中的她依旧没有回答，依旧只是静静地望着她，微笑着，露出一丝讽刺的神情。这时，艾丽的脑袋仿佛一阵剧烈的眩晕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她双手扶住镜框，试图稳住自己的身体，然而她的手指却意外地触碰到了镜子表面，触感与她预期的冰冷完全不同。她发烫，仿佛某种隐秘的力量正在从镜子深处向她逼近。她猛地将手收回，强忍着呕吐的冲动，转身逃离。然而，房间的门忽然关上了。那一瞬间，她感到全身都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包围。她拼命推开门，却发现它如同钳制在她手中的沉重铁锁，根本无法打开。她急促地呼吸着，眼角的余光再次扫过镜子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镜中的她依然站在那里，微笑着，仿佛等待着她的到来。忽然，那个微笑消失了，镜子里的倒影变得模糊不清，像是水面上的波纹扩散开来，迅速扭曲，变得不再是艾丽的模样。镜中的她越来越高大，越来越模糊，直到彻底变成了一个黑影。空洞的眼睛注视着她，仿佛透过镜子看到了她的灵魂。一阵冷风席卷而来，艾丽猛地闭上了眼睛，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不受控制地被吸向镜面。她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从镜子里蔓延到她的皮肤上，仿佛要将她彻底吞噬。她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拼尽全力，转身猛地撞向房间的窗户，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，空气中弥漫着玻璃渣的味道。她的身体几乎摔出窗外，但她依旧保持着清醒。然而，窗外的景象让她心跳加速，外面并不是她熟悉的小镇，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。深邃的夜空中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除了那面镜子的倒影，静静地漂浮在空中。艾丽拼命想要挣脱，但她的手已然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束缚，无法移动。她痛苦地挣扎着，心中却在想，她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都与那面镜子有关。她无法逃避的宿命早已在镜面中注定，你永远无法逃脱。镜中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冷冷的，充满了无法抗拒的威胁。就在她即将完全失去意识的瞬间，艾丽猛地睁开眼睛，她再度回到了老宅的客厅里。窗外的雨已经停了，晨曦的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，整个房间恢复了平静。但她知道，她并非回到了现实，她只是被拖入了另一个层面，那个镜中世界的层面。她猛地回头，镜子依然静静地挂在那里，倒映着她的身影。只是这一次，镜中的她不再微笑，
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深深注视着他。艾丽的意识像是被撕裂了，她的心脏在剧烈跳动，几乎要从胸膛中跳出来。眼前的景象逐渐变得模糊，脑海中的声音也愈发喧嚣。她站在镜子前，像是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牵引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靠近那面镜子。她知道，她的恐惧，她的挣扎，无法阻止命运的脚步。镜中的艾丽依然静静地站着，眼睛盯着她，毫无情感波动。那张脸依旧苍白，毫无生气，却又仿佛能洞察她的内心深处。艾丽感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，仿佛整个房间都在她的呼吸间变得沉重，空气的每一寸都在向她逼近。她几乎听见镜中自己的声音，那种低沉沙哑的嗓音，就像是从死者的喉咙里发出的。你已经是他的一部分。镜中的艾丽缓缓开口，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呼唤，带着无法抗拒的命令感。艾丽的身体本能地颤抖着，嘴唇紧抿，试图将那声音从脑海中驱赶。然而镜中的她的嘴唇再次动了，继续说着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：你无法逃脱。艾丽，她不再是一个旁观者，她已经成为了这场灵异现象的一部分，成为了镜中的一员。她的意识开始与镜中的那个人合二为一，逐渐迷失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死循环中。突然，艾丽猛然意识到，镜中的她不是另一个她，而是自己被扭曲、恶化后的模样。那张脸没有表情，但眼中流露出一种让人无法言喻的恐惧感，仿佛那个人早已知道自己将会经历什么，而他正被逐渐吞噬，化作无尽的空洞。这面镜子，他从未放过你。艾丽低声自语，眼神开始失去焦距，她的内心似乎被一股空虚的黑洞吞噬，渐渐失去自我意识。她的脑海中不断回响着母亲和祖母的叮嘱：镜子是你家族的宝物，它有保护你们的力量。可这些话越来越模糊，她的记忆变得不再清晰，那些所谓的保护反而变成了她沉重的枷锁。她开始明白，那些年里家族曾用这面镜子换取过什么。祖母总是提起那个无法言说的代价，那个关于镜子交换的秘密。也许那个保护并非源自于神圣，而是一种阴暗的交易。或许它一直在吞噬家族的灵魂，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这面镜子。眼前的镜面开始扭曲，艾丽看到她自己消失在光与影之间，她的身影开始逐渐被抹去，化作一团无法定义的黑暗，似乎被吸入了镜子的深处。她拼命挣扎，想要拔出手，但身体却像被枷锁束缚住，无法动弹。她感到那面镜子在不断吸取她的灵魂，像是某种诅咒在她身上蔓延，生生将她的存在扭曲。突然，镜中的景象猛然一变，眼前的一切变得清晰。她看到自己再次站在老宅的客厅里，周围一切安静如常，太阳从窗外透进，照亮了房间，空气清新，几乎是完美的和谐。然而，艾丽清楚地知道，她已不再是那个曾经站在这里的女孩。她的眼神变得空洞，内心深处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和迷茫。她转身走向镜子，看到镜中的自己，镜中的她再一次露出了那个讽刺的笑容。你终于明白了。镜中的她低语，声音充满了冷漠与悲哀。那一瞬间，艾丽明白了，这不仅仅是她的恐惧在作怪，也不仅是她自己在与命运抗争。她早已被镜子夺走了灵魂，成为了镜中的一部分。她的存在早已被永远禁锢在了这面镜子里。她低下头，泪水开始不由自主地涌出，滴在她的脚边。那并非悔恨，而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的明悟。她无法逃脱，无论如何挣扎，她都已经被这面镜子吞噬，永远成为镜中的她。在最后的瞬间，镜子中的艾丽向她伸出了手，那个空洞的微笑更加阴森恐怖。它就像一个深渊，永远等待着艾丽跳入其中。她伸出手，手指刚触碰到镜面，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